妮姐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意外的一个惊喜。我们经常说我们捡到了宝，啊，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院手，都是我的错，与顾南一无关。我愿代发。院手，学生愿认错，此事因我而起，自因我而结，学生愿意受罚。为何又突然认责了？心若死水。首先是就是这个故事凤之薇有个原型在嘛。我们过去因为是拍现实主义题材比较多，对于女扮男装别人认不出来这件事，对一个就是现实主义团队来说是特别困惑的一件事啊，所以我要找到一个我在视觉上能够说服自己的人选并不多啊，就是它既要有女性的柔媚，同时要有男性的阳刚啊，那其实是蛮难找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第二人选。倪妮有她特别真实的一面，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特别可贵的，就是一个演员在表演上的真实。他在他的这个性格里头，一个天生的这么一个傻不拉几、天真可爱的一个状况，就是凤之薇本身。就这一点。你别把人耳朵往外拽得像招风耳似的。这是我拍的时间最久、最辛苦，但是我最开心的一部戏。所以这个朝堂上他会点你来出班，然后你来会说啊，齐王子怎么样？很期待想要进组看一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是姚相说，姚相出来的，然后那边是林毅。凤之薇这个角色还是跟以往我演的古装还是有特别大的不同的地方的。你包括你整个人的举止，还有他说话的那些台词，你刚开始拍摄的时候都得去适应一下。很多时候有些词都需要花点时间去准备。自古帝王统一天下，必以敬天法祖为首，而敬天法祖本于至诚之心，不容易心有见。在家未至，今日行事不知轻重，还请侍卫长回复奏折。他站在那里没有回禀的时候，手的姿势应该是啥呢？就放边上。他第一天进组非常紧张，第一天晚上没有吃饭。我问他你在干嘛？他说我一直在背词。他说我不能到了现场，所有老师都背好了，就我不会背不出来。我说这对他来说，这个就是他的职业修养是不允许的。我特别怕就是那种，上到台摄像机开机了，然后我不知道词儿怎么说。我是比较我自己对这方面的还是有一些要求的。自古帝王统一天下，必以敬天法祖为首务，而敬天法祖本于至诚之心，不容一心有见，是以宵干交劳，无日不兢兢业业。朕自长熙元年遇疾大患，夙夜忧勤，深恐不可负荷，唯柔远能耳，修养苍生，共四海之力为力，以天下之心为心，为久远之国计，恕乎尽之。第一个对妮姐的印象嘛，我觉得就是专业敬业，因为她是每一次到现场就完全不会再去看剧本，完全脱稿对戏的一个演员。已经发生的种种事情，他是多半到所以我要亲自去看。我已经很久没有亲人，我已经很久没有家人了，我已经很久没有亲人。妮姐是一个特别在戏上较真儿的一个演员，她是第一个我见过没有拿本对词儿的女演员，特别佩服。你要知道，妮姐每天的戏量比我们要多得多，所以她每一场都能做到这样的话，你可见妮姐在背后花了多少功夫。那好，今日之危就令与你等，跟随燕怀氏前往明海，安身立命，永不回帝京。倪妮呢是一个天性特别的直觉的演员，她对很多好的表演的感觉的话，它来自于直觉，同时呢，她又有自己的创造，还有自己的独解，所以有时候经常跟她拍戏的时候，会有现场有很多火花。
等我拿下了长中信，平定了宁海，我要跟你一起回京，向父皇请旨，你我可以一世相守，一生相伴。哎呀哎呀！你就不能说句好听的？我会好好保重你的命，有了这条命，还要娶妻生子。当我拿下长中信，平定宁海之后，我会带你回京面见父皇。此生跟你一生相守。这个火花呢，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就只能是他跟我面对面的时候，我感受得到。我能看到他眼神里面流动的光芒，他对这场戏的投入，让我看到了一位优秀的女演员的那个职业道德。难受到了快乐，会想吐的，你就忍忍吧，会想吐的，要不然咱俩颜值不匹配。你就欺负你，你就只知道欺负你。他老欺负我，一个年轻小孩欺负一个比他年长的哥哥。大佬看不见。跟电影相比的话，演电视剧的时候，跟角色的关系，你会更密切一些。电视剧这么高强度、高密度的拍摄节奏，就是你就很容易跟角色之间建立这种联系，包括跟其他角色之间建立这种联系。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其实就让我有点小小的震惊。一个很年轻的女生，为什么能够在表演的时候有那样的能量？她的那个表演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那些不好的习惯，她就来真的。我要把蜡烛吹了，把蜡烛吹了。在这种真诚的这种东西面前，其他的所有的你的演技、你的那些技巧什么的，都会黯然失色。他会对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那个，他用感情去带动，这是很难得。来拿刀，导演，你觉得是我拿出来递给他好，还是这么让他自己拿？都行。没问题啊，没问题啊。都行，没问题啊。都行。Sorry， 没事吧？是不是戳到了没有？没事。戳到了。没事。哎呀，戳到了。看破了没有？来，停一下，手撞到他手上。没事。没有流血。停一下。戳到了，真的戳到了，我注意一下。那还好了，没有流血。没事，他没有开封。戳了一个，哎，真的戳破了。没事，真的没事。我还想继续往下演呢。我已经跳戏了。没事。真的戳到了，真的。拿纸先摁一下。这确实就跳戏了，因为那个真的很危险。女生本来皮肤就娇嫩，刀还挺锋利的，当时一下没抢好。那个不疼。怎么可能不疼？真的不疼。你先擦点药，先。擦了酒精。哎。拍戏当中，特别是拍武戏，这种磕磕碰碰，这完全是正常的事情。既然贺连征在于天上，而天上使臣又正在我人，这个戏找他太合适了，我认为他身上有男孩子的东西。我喊了，金元首在这儿呢。我求求你了，你求求我！就前面一开始还是那种感觉，到最后真求他，我求求你救救我！反正我就见衣服撕衣服，见刀拆刀。他能说服我，我就带他走。对。他说服不了我，我就喊。对。反正我就只能这样。刚非阁下之上王脸脸上的沟壑足可以在此，人我非礼你。他的性格也比较直率。你要蹲下来吗？你要蹲下来，别动。我那个全景蹲下来，我肯定那个近景没有全景舒服。谢我。你给我呀？幸福。没有。什么呀？什么幸福？变回女装之后又不失这个温柔。他对情感方面的细腻程度是我完全想不到的，就是，任何感情的戏，他都很快就能投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妮姐是随时都可以给你最100%去全神贯注的这么一个表演。我觉得这个是，妮姐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妮妮是一个感受力相当强的一个演员。你祸乱朝纲，犯下大逆，害得我在人前颜面扫地。你还有何脸面在我面前换一双阿娘？也可能是缘分吧。他见到我，他就觉得看到我的眼睛，我那儿一站，一说台词，他就想哭。我告诉你，我今日前来，就是来跟你断绝干系的。妈，太忍辱负重了。就是说，我就说，所以吧，很多开心的东西，咱们还是得开心起来。当时在定这个丑妆的时候，张淑平老师还是说：“哎呀，还是要稍微好看一点，还是要稍微好看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反差嘛，我不 care 的，我不介意说自己有多丑什么的。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让他看上去整体的外形不像凤之飞？你演，要不就让他再把眼睛往下拉拉。一直不太介意这个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当时就希望，哎，再丑点吧，再多贴几个痦子吧。当时就是还是贴了挺多，就是眼线啊、眉毛啊什么的，都做了挺多的调整的。这你要求的是？对呀、要不然就整个皇宫人都傻。跟你说，我原来那个样，就完完全全还是我本人。过来看你女朋友。哎呦，你得看一下。坤哥说他看到我的时候，真的是发自肺腑的觉得好丑啊，好丑！亏你想得出这种方法，也不怕丢人丢脸吗？本王倒真想看赫连王子的表情。他对戏的准备，在戏现场的投入，还有他平时的修养，都让我非常的尊重。没钱，没钱，你到我们这儿来喝酒？一点，我想让他再打你一下，就是你没人，你就推倒了之后，你还往起站。啊，所以他第二下是。那第二下笑还笑得出来，又打一下。没人给我送钱，没人给你送钱，你还什么？就又推翻，这边看到。那个推正常推，给推倒就行，2次推倒。哦，你推，你不要有负担，该怎么演怎么演，不用觉得怕伤着我啥。挥之无情，天地间孑然一身，好不成功。演员，你接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为什么接它？一定是你非常想要去塑造它，想要去表现它。我既然选择他，那就是我一定是非常欣赏他，我赞同他的很多地方的。到后来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妮妮，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凤之薇，所以我跟他，他就是我，我就是他的感觉。